好，有关于美伊战事，赶快来看到川普画地图就想要吞荷姆兹海峡嘛。这时候伊朗出招了，2枚的飞弹狠狠的打在荷姆兹海峡上面，狠狠的打脸美国。而且呢，川普现在说画个地图，他就想要吞荷姆兹吗？美军这下急了，还说呢，接下来要拿下德黑兰的话，他们要用 B61核弹终极做一个终极的一击，真的能有效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伊朗最新又开火了，我们要来看到荷姆兹的海峡，在伊朗这一次的飞弹狂射之下，又再次的急速升高了。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防空系统是阿联这边做了指控，说侦测到了2枚来自于伊朗方向所发射的这个弹道飞弹，个别是落在2个地方，包括了阿联的领海跟外海这边，而这一次，伊朗的目标其实很清楚，就是对准海上的航运。所以来自于英国方面呢，是英国的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也很火速的接受到了这个讯息，又有商船在荷姆兹遭到抛射物给击中，而因此呢，机舱受损，还传出了有伤亡的一个情况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可是吓坏了不管是船东啊、保险公司或者是邮轮船长。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荷姆兹目前的船只真的是大幅快速的减少。首先我们来看到战前每天大约是130艘左右的商船穿越这边，但是现在只剩下6艘船开在荷姆兹上面了，超级邮轮也因此我们看到他们的保险费狂飙，单日的运价飙到了现在是来到了51万美元的一个最新数字，创6月下旬以来最新高。而在此刻，伊朗继续的撂狠话，他说：“美国，你如果不履行当时6月份你答应好的事情，也就是解除港口的封锁、制裁跟对于这个伊朗的军事威胁的话，那么荷姆兹你就不要想了，我们永远都不会让荷姆兹海峡去开放的。”川普针对伊朗不断的呛香，他怎么应对呢？竟然是出了一个奇招。我们来看到他立刻的 po 上了这一张新的，在他的真实社群上 po 出了荷姆兹海峡的地图，上面还写 New U.S. Territory， 就是美国新的一个领土哦，他直接这样子做，但真的有用吗？有人理他吗？华盛顿邮报这边也最新做了一个报道，说美伊战事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迹象浮出台面，什么意思呢？华盛顿邮报这边得到了知情人士消息，指出说美国可能完全的撤出波湾地区，美军在这边数十年的时间呢，我现在说有可能撤出，到底怎么一回事？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问委员2个问题，有关于第一个是伊朗的飞弹去狂射荷姆兹海峡，这边等于是荷姆兹现在被这个伊朗给全部的控制吗？那川普这时候拿出了一个新的地图，真的有用吗？是不是精神状况等等也有出问题？再来就是波湾地区了，美军如果真的撤出了波湾地区，等于数十年来是当地最大的一个巨变，也宣告美军在这边的中东霸权正式瓦解吗？委员怎么看？现在在控制海峡的当然还是伊朗啊，如果不是伊朗，美军早就退回去啦，这场战争就结束了嘛。因为川普定了一个最简单的目标，就是荷姆兹海峡重新恢复自由航行啊，他其他的最近都没提了，不断的在讲的就是荷姆兹海峡了哦。但是现在显然荷姆兹海峡还是牢牢的握在伊朗的手上嘛。如果不是川普昨天干嘛说要把这个阿曼炸烂呢？就是因为阿曼跟伊朗准备要谈妥一个协定哦，准备来瓜分通过荷姆兹海峡这些服务费的利益了。那么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现在的状况是美国已经被伊朗看破手脚了，所以现在反过来，德黑兰现在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啊。川普最擅长玩的叫做极限施压，而现在伊朗要玩的也是极限施压了。对伊朗来讲，你想想看，他准备了快30年，然后呢，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光是领导层就死了100多个，被这个斩首猎杀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这场仗销声无息的就结束了，你让美国跟以色列再准备个3-5年卷土重来，那么伊朗还跑得掉吗？所以对伊朗来讲，现在就当然趁美国的病就要他的命啊。在这个时间不下重手，要什么时候下重手呢？这场战争从一开始，伊朗就定调，必须分个你死我活了。所以他在这个时间点升高对决的态势是可以预期的，他就是要逼美国出手嘛，看你要怎么出手。当然，你说美国要不要用战术核武？美国只要敢用战术核武，俄罗斯就有正当理由在基辅丢战术核武了啦。那么现在就看美国要不要干这件事。全世界大家各国都可以争相效仿咯，因为你美国先开了这个头哦，所以用战术核武，美国也要面临很大的国际压力。
那么因此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美军几乎在中东是无计可施了，它的基地都被打烂了，它的航母战斗群没有港口可以靠港做补给，它的林肯号搞到现在这种德性，来的这个华盛顿号看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然后它的弹药又严重的短缺，它的兵力投射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了，所以伊朗就吃定美国这一点了。就你到底手上还有什么牌？那么伊朗接下来手上还有好多牌耶。我说过，不只是荷姆兹海峡、曼德海峡呢，荷姆兹海峡的2条地下这个电缆呢，一旦切断，全世界所有的原油及其交易全部中断，那么这对全世界来说是造成莫大的冲击啊！这些都是伊朗手上还没拿出来的牌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我认为美军要能够这个找到一个能够完美的转身退出这个战场的可能性真的很低。因此刚才石明讲说，为什么川普只能够用这种精神式的胜利法呢？因为你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来帮他解套了哦。所以现在对美国来讲，他将来可能会全面撤出中东，这不是一个没有可能的事情哦。因为如果你在看到现在的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沙特跟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签了麦加协议，这就是活脱脱的就是一个中东自己的北约了。所以以后中东的秩序由中东的国家自己来决定了。那么如果埃及再加入，这个伊朗跟这个伊拉克再加入，那么这样的一个联盟就足以把美军所有的力量都推出中东了。对波斯湾的国家来说，何乐而不为呢？他本来付钱给美国买的就是安全啊，美国给他安全，或者是伊朗给他安全，他只要拿到安全就可以啊。好，这个是美国现在最在意的有关于荷姆斯海峡的问题。我们看到几乎是由伊朗来完全掌控，甚至美军可能退出波湾地区哦，这是今天收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那另外一个美军担心的问题就是有关于浓缩铀的问题了。来自于以色列最新的消息人士宣称，现在呢，这个华府正在研拟一个新方法，要摧毁这个伊朗存放浓缩铀的镐山哦。那么它的方法就是要发射1到2枚的战术核武，真的有用吗？我们先来看，因为先前美国用的是 GBU-57嘛，大家都知道这个是美军最传统也是最强的这一种武器哦，穿地炸弹。那当时打的是福尔多，但是要知道哦，当时只是打福尔多都没办法成功，现在要打的是什么？是深埋在底下数百公里的这个镐山哦。那它又旁边有一些厚重的岩层保护，真的能够打穿吗？那所以呢，他们现在预先想到的就是说，不要用 GBU-5000了，用另一款武器。这款武器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看的，就是 B6111，这个叫穿地型的核弹。怎么做呢？先深入到地下，再利用核爆产生巨大能量跟震波来摧毁地下的结构。但是他们说，其实也不只说可以用这一款而已哦，因为搞不好这一款也没办法摧毁镐山。最新的另外一款武器，等一下也干哥带我们来看，就是 B6113了。现在说正在快速的发展成熟当中，而且已经完成认证了。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有更精准的爆炸的精准度跟它的当量。干哥怎么看？这是接下来川普手中最终极的一个王牌武器吗？好 ，B61核子弹啊，就是现代版的当年炸在广岛上的那种核子弹。它就是一种自由落体炸弹，它跟 GBU-57钻地弹不太一样，它是直接这样丢下来的。但是呢，它也是一种钻地弹，而且它加装了 GPS， 也就是像 JDAM， 就是说精准的那个就是全球这个定位系统啊。它虽然是一颗炸弹，但是它装了那个配件之后，它会更精准的，不管打在什么地方，打在十字镐山，打在福尔多，打在纳坦兹。它都有一样的效果，而且它跟一般的钻地弹不一样的是，它是核子武器。如果是核子武器的话，那我们就要计算它的爆炸当量。什么叫当量？当量就是你丢下去之后，一当量就是1000公吨的黄色炸药。它有多大的当量呢？它可以从0.3当量千吨，达到34万千吨啊。要看你怎么样装药而定。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个重点，就是说怎么会有 B61这种武器呢？ B61从 B61-5 到7到9到11到13，现在最新型的是 B61-13型的这种啊，它重多少呢？它非常小，小到你会觉得说它只有800磅而已。你看它长长的。实际上它只有300多公斤，
但是它的爆炸威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相当的惊人。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只有15000吨黄色炸药，但是它有34万吨的黄色炸药威力。大家就去想，它一旦投下去的话，它对当地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当然，不管福尔多、纳坦兹或者是十字镐山，可能都是人烟罕至之地了，它不会像广岛一挨炸就死了8万人那么可怕。可是你有想到它的政治后果在哪里吗？北边的苏联跟东边的中国能接受吗？这种事情不是你敢不敢做的问题，是你做了有什么后果跟代价。所以拜托，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外电，我真的很头疼啊！为什么？因为发这种新闻跟消息的人，他根本不顾后果，他也不去问国际的地缘政治现实。他说是以色列的一些这个官员放出来的消息。我告诉各位，以色列好胆他自己用，他如果不敢的话，不要推给美国。美国也不是傻瓜，我今天用了这个东西，2个国家，2个世界最大的强权就来问你，你为什么用了？你有照会吗？告诉各位，在核子保证毁灭的时代，你没有照会对方的话，就是战争行为。对方可以进行报复。为什么？你已经影响到我的国家的权益了。你要知道，十字镐山距离苏联的这些前的附庸国多么近，它距离乌兹别克，它距离那个还有那些，就比如说中亚的那些以前的附庸国有多近？你如果造成他们的损害的话，是不是对俄罗斯本身造成损害？那个就是宣战了。还有对中国新疆而言，也不会太远，顶多1000公里而已。辐射层会不会飘到那边？我现在先跟各位讲，大家还知道1986年的车诺比核灾事件，到了10年以后，1996发现这个地方的那个核辐射高达1万伦琴啊！我跟你讲，只要500伦琴啊，人畜就会死掉。过了10年还这么重啊！所以我今天如果说投了一颗 B61，我会造成多大的国际反应？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请以色列那些官员们不要出这种馊主意。你搞得全世界都很紧张。不能够用核弹，绝对不能。川普再傻也不会用，因为连金小胖都不敢用。你说说看，川普会不会用？好，这个是来自于以色列最新情报，但是以色列从哪里得知这个消息，这不得而知。但是针对这样的消息，伊朗也最新呛瞎了。他说，你真的要炸也没有用，因为呢，这个镐山里面他说根本就没有浓缩铀。最离谱的事情是，其实确实到现在 IAEA 也从来没有真的进去检查过，所以呢。这个伊朗说里面是空的，搞不好是真的。但是呢，美以的情报又说，伊朗早就把数千台的离心机搬进去了，真的是这样子吗？现在是伊朗在唱所谓的空城计，还是到底说这些浓缩铀、离心机啊这些重要设备早就已经搬出镐山了？聂老师怎么看？哇，这个问题大哉问！如果以色列莫萨德、美国 CIA 都找不到，你问聂元忠就知道了。那聂元忠真是承认。好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啦，伊朗有他们的智慧啊。这个地方我们只能说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我们仔细爬文一下，你就知道镐山这个地方，他们把它称为它是一个深山隧道。那它盖深度呢有这个80到100公尺。那这么深的地方，当然你如果一个层楼我们说2.7这样子公尺高好了，它有35层楼高。那你知道这有多深啊？好，那不管怎么说，所以呢，这个情报各情报单位把它称为叫情报黑洞。你看，莫萨德 CIA 啊，对他们的这个研究将领也好，军事将领啊，研究科技人才都能够马上定位、精准打击，这个情报收集很厉害。但这个地方他们的确现在有点搞不定，所以把它叫情报黑洞。所以你先问我，我只能说我用猜的说应该会有，但有多少不知道。而且讲不好听，离心机和高浓缩又是2回事。他们一定是分散布局，就像我们在教财务一样 ，diversify 嘛，都是你一个地方炸毁了，但没有其他保命怎么办呢？我们资产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里，所以它那个鸡蛋应该是放在很多篮子里。不过这个地方因为够深够保护哈，我觉得因为它有2个特色，一个是它埋藏极深，第二个是保护力极强，所以它这个设计是非常有保护力的。因此我觉得一定会有部分东西，它要马上撤离也不可能，但是应该还是diversify有分散。不过现在要讲的就是，刚刚讲到一个，现在讲不好听，这个东西啊是以色列传出来的。
那是不是真的搞不好有川普讲到这样的事情？可能没有，但是你大家讲到，因为川普喜欢搞那个极限施压嘛，他搞不好就是火了以后就讲说要核炸你，哇，那还得了？因为刚刚又讲到这个开玩笑，这个国际到时候的打法，这个只能你战术或者就是喊人嘛，因为川普很喜欢喊话喊价，所以我用喊话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就不疑有他了。说不好听点，这个呢我们去了解了一下，不得了B61-11这个东西。它的威力有多少？你知道吗？它当量是30万到40万公吨的 TNT 的当量。对，这个当量是当时的这个 Little Boy 啊，广岛那个当量的几倍，26倍啊！开玩笑，炸下去还得了？当然，刚刚有讲过，那个地方可能地广人稀啊，伊朗也大，这样死人一定会死，但是可能没有像广岛这么多。但是不得了，这个国际打法，我也开玩笑，你到时候的那个辐射落成，你怎么办啊？你旁边邻近国家怎么去讲你？你敢动，别人是不是也要动了？对，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我觉得是机会应该不大了，这个因为它只是备用。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再用 GBU57了，大家知道 GBU57现在剩几颗吗？据我所知，它原30个打掉20个，上次去就打了20几个，现在剩下6枚，它没办法了嘛，它要再打只能用这个，但这个呢又有国际的限制，它的限制那个门槛太高了，所以有点困难度。Anyway， 我觉得这个机会不太大，但是不管怎么说，伊朗啊现在把它 diversify 以后，美国真的非常头痛。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